暗潮鸡胸利剑，玫瑰各追4集，一气一追剑分晓。暗潮鸡胸和利剑、玫瑰各看4集，一个让我连夜弃剧，一个直接熬夜狂追，真冰火两重天。不是我说，这年头看剧比上班还累。一边是央视大剧，迪丽热巴加金世佳，阵容拉满，结果看得我脑壳疼。另一边是迷雾剧场悄悄上线，陈建斌加梅婷低调开闸，我直接刻上了师徒破案。利剑、玫瑰没见着，倒是疑的玻璃扎心。暗潮鸡胸呢？不声不响，直接给我整了个刑侦剧 YYDS， 剧情漏洞多的能养鱼。邓岩打拐办新主任，空降精英，结果第一天就被人贩子拖进黑屋。他护送小女孩回家，走小巷，没手电，没警觉，警察变路人甲，这设定真敢写。埋伏的警察呢？眼睁睁看人被拖走，还不知道屋里有人。这哪是打拐剧，这是我被拐后才懂什么叫专业教学片。更离谱的是常瑞、金世佳演的一脸老子不想干了，台词腔调全是斩搏附体，油腻感扑面而来，观众血压直接拉满。游泳志老师一脸正气，愣是被这种剧情拖进狗血泥潭。角色全在演情绪，没人演人。迪丽热巴努力皱眉，努力瞪眼，努力说台词，可她演的不是警察，是我以为警察该有的样子，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生硬的像爱配音。金世佳更绝，一句话3个顿，语气上扬，仿佛在演偶像剧男主发怒。我没意见，听领导的，这阴阳怪气，职场人看了都想报警。阿如那倒是演出了人贩子的狠，可戏份太少，就步了整部剧的塌房节奏，节奏拖沓，逻辑稀碎。前2集忙着立人设，第3集才开始查案，第4集又绕回办公室斗争。打拐案？不是职场宫斗，警察版。关键线索靠突然想起来，碰巧看见梦里闪回推进。观众，你们警局是不是缺个剧本顾问？央视押宝本该是社会现实剧的标杆，结果拍成了都市情感悬疑狗血剧，口碑崩塌，实锤了。暗潮鸡胸呢？开局就是王炸，污水池断足女尸，镜头一扫，含义直冲天灵阁，窒息加性侵加断足，手法诡异，画面克制却惊悚感拉满。不是靠血腥，是靠氛围让你后背发凉。连海平社恐刑警，话少动作少，眼神却像 X 光，看人一眼仿佛能照进灵魂裂缝。石强峰暴躁新人，拳头比脑子快，一言不合就想物理破案，一静一动，反差拉满， CP 感都快溢出屏幕了，克死我了。这师徒不是套路，是新物种。以往师徒，师傅骂徒弟，徒弟哭着成长。这部剧倒好，师傅沉默如谜，徒弟暴躁如雷。连海平查案像下棋，石强峰破案像拆家，两人互动，一个眼神一个动作，全是戏。更绝的是，石强峰府不详，连海平曾是他妈的恋人。DNA 动了，这父子线埋的比案发现场还深。观众已经开始猜连海平是不是亲爹，孩子知不知道？迷雾剧场这次真的把人性暗潮拍明白了，伏笔埋得又深又狠。旭日场地皮交易，厂长和集团密谈，话里有话，命案背后藏着利益链条。污水池女尸案会不会只是冰山一角？反腐支线若隐若现，格局瞬间打开。不像某些剧破完案就收工，暗潮鸡胸明显要案中案，局中局，每一集都在抛钩子，每条线都可能引爆下一场风暴。观众搞快点，别吊胃口。演员全员在线，演技封神。陈建斌一出场，社恐刑警立住了，缩肩低头，眼神躲闪，却在破案时锋芒毕露，绝了。梅婷戏份不多，但一个晾衣服的镜头就把中年女性的疲惫与坚韧演透了。史可程太深，老戏骨一开口，
台词功底直接拉满，没有一个人在演，他们就是角色本身。反观某些剧，主角演技像在背课文。迷雾剧场终于站起来了。曾经的悬疑剧 C 位一度被质疑江郎才尽。沉默的真相之后，几部新剧口碑平平，观众心凉半截。这次暗潮鸡胸，节奏稳，逻辑硬，演技炸，赢麻了。虽然是网剧，但质感甩上星剧18条街。没有流量堆砌，没有狗血恋爱，只有扎实的叙事和人性的暗流。这才是观众想看的硬核狠剧啊！对比太鲜明，一部是央视力推 A， 阵容豪华，结果剧情稀碎，演技翻车；另一部是低调上线，演员不靠流量，却凭实力圈粉无数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利剑玫瑰像一场精心包装的流量秀，暗潮鸡胸则像一把插进现实的冷刀，无声却献血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口碑不会骗人。好剧从来不是靠官宣和热搜撑起来的。利剑玫瑰前期宣传铺天盖地，迪丽热巴粉丝打 call， 金世佳话题拉满。结果呢？播了4集，豆瓣评分直线下滑，观众纷纷弃剧保智商。而暗潮鸡胸几乎零宣发，上线即爆款，站内飙升第一。真正的带货王是剧本身。观众愿意熬夜追，不是因为明星，而是因为我想知道真相。刑侦剧的光不该被套路熄灭。我们太需要好案子、好警察、好故事了，不是靠主角光环破案，不是靠感情线撑场，而是靠细节、逻辑、人性的层层剥开。暗潮鸡胸做到了，他不炫技，不煽情，却让人越看越上头。每一个沉默的镜头，每一句克制的台词，都在积蓄力量。他在说，真相总会浮出水面。利剑玫瑰让人想关电视，暗潮鸡胸让人想熬夜刷完。这就是差距，一个靠流量撑场面，一个靠内容赢人心。观众不是傻子，谁在用心做剧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迷雾剧场这次真的赢麻了。迪丽热巴不该背锅，她正在为国产剧开辟新可能。利剑玫瑰一经播出，迪丽热巴就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有人指责她皱眉瞪眼，台词生硬，甚至断言她是全剧崩盘的原因。然而，把一部剧的得失全部压在一个演员身上，公平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首先，任何有过追剧经验的观众都知道，一部作品的成败归根结底在于剧本与制作。节奏拖沓，逻辑松散，线索推进依靠巧合，这些都是利剑玫瑰的硬伤。观众的不满其实更多是对创作层面的失望，却被轻易转嫁到了演员身上。这样的批评不仅失之偏颇，更有些苛刻。其次，迪丽热巴此次挑战的是一个与她以往截然不同的角色——女警邓妍。过去，她以古偶、都市剧中灵动自如的形象深入人心，而在利剑玫瑰中，她必须压抑个人魅力，呈现出一个在现实漩涡中挣扎的职业女性。观众所谓的用力过猛，其实是她在不断试探和拓展角色边界。如果她继续走流量偶像的老路，轻轻松松就能取悦市场，又何必冒险去演这样一部硬核题材？再看现实，就在剧集口碑褒贬不一时，迪丽热巴的粉丝数依旧飙升，相关话题热度不降反升。事实证明，她依然是市场上最具号召力的90花。即便置身质疑中心，她的影响力依旧牢不可破。这样的带动力，正是国产剧最稀缺的能量。没有迪丽热巴，利剑玫瑰可能连舆论的水花都掀不起。更重要的是，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。赵丽颖、杨幂、刘亦菲，她们都经历过演技差的嘲讽，可谁又能否认，她们今天已经是撑起行业的中坚力量？迪丽热巴同样值得时间去证明自己。她没有选择安逸，而是敢于迎战高压质疑，这份勇气本身就是她成为真正演员的起点。
因此，那些将所有失望都投射到迪丽热巴身上的声音，不仅不公，更是对她努力与勇气的否定。真正爱护国产剧的观众，应该看到她的突破与坚持，而不是急于贴上花瓶的标签。未来，迪丽热巴终将用一次次角色告诉我们，她不仅是红毯上的女神，更是银幕上不可替代的演员。嘲讽可以转瞬即逝，而她的爆发正在路上。你觉得呢？你是被利剑、玫瑰的打拐热血感动，还是被暗潮击胸的人性暗潮击中？见鬼了！虞书欣红毯艳压迪丽热巴，看见生图我笑了。这场万众瞩目的星 W 盛典堪称年末娱乐盛宴，沉寂多时的内娱圈终于迎来爆发式绽放。红毯争艳的视觉盛宴令人目不暇接，各路顶流与大花小花们各显神通，呈现出一场百花齐放的时尚盛宴。率先登场的是备受期待的女星阵容，她们以惊艳造型点亮红毯。迪丽热巴以王者之姿震撼回归，未现身便已登顶热搜。首套黑金礼服堪称视觉盛宴，立体金属花饰如流动的鎏金瀑布，将东西方美学完美融合。第二套简约黑裙则展现截然不同的校园清新风，女王与少女的切换游刃有余。杨幂的同框亮相引发热议，两人亲密互动令迪蜜 CP 话题重燃。杨幂身着素鸭国风羽尾裙亮相，这件梅森马吉拉高定恰是其第100套高定造型，尽显时尚女王风范。倪妮延续标志性红色风格，却带来意外惊喜。上身别出心裁的小红人装饰引发热议，被网友戏称为行走的布洛芬，为红毯增添趣味亮点。唐嫣以2套造型展现多元魅力，最终以娇艳红玫瑰造型完美收官，彰显成熟女性魅力。赵今麦以闪耀人鱼裙造型惊艳亮相，如优压布偶猫般高贵迷人。文琪则保持一贯高水准，珠宝与烟熏妆的搭配展现超越年龄的时尚表现力。95花阵容风格多元，林允2套造型皆可圈可点，可惜未能引发足够关注。周也突破黑色系桎梏，以暗黑女巫造型带来新鲜感。虞书欣的童话公主造型简约大气，回眸瞬间成为全场焦点。男星阵容相对内敛，白敬亭展现成熟蜕变，韩系王子风范初显。后明昊的拼接风衣造型尽显现代贵公子气质。谭健次以蕾丝内搭的西装造型，在禁欲与性感间取得完美平衡。龚俊延续一贯的贵公子风格，稳定发挥。米卡的前卫造型则引发时尚争议。这场视觉盛宴不仅展现了明星们的时尚表现力，更折射出内娱生态的多元发展。从经典优雅到前卫创新，每位艺人都以独特风格诠释着时尚真谛。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年末盛典中，红毯可谓群星闪耀，各路花旦齐聚一堂。虞书欣的童话公主风格固然清新可爱，杨幂的高定之姿自带王者光环，倪妮与唐嫣的造型亦各有千秋。然而，如果要论谁真正成为全场的风暴中心，答案无疑是迪丽热巴。热巴的出场几乎是一种王者归来的宣告。首套黑金礼服不仅在视觉上形成巨大冲击，更在设计层面上实现了东西方美学的巧妙融合。立体的金属花饰宛如鎏金瀑布，随着她的步伐闪耀流动，不仅凸显身材比例，更带来一种凌驾于舞台之上的压迫感。这并非单纯的漂亮礼服，而是一种时尚态度的表达，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自信与掌控全局的气场。而在第二套造型中，热巴巧妙地转换风格，以简约黑裙展现出清新校园气息。女王与少女的自如切换，恰恰体现了她在时尚表达上的多元性。这样的对比，非但没有削弱她的存在感，反而让人们看到她的层次与广度。与其说她是在走红毯，不如说她是在上演一场角色切换的高阶表演。至于所谓艳压的争论，其实更像是网友间的情绪化比拼。在高清生图面前，热巴的五官立体度、
妆容质感与整体氛围感依旧在线，她的状态几乎无可挑剔。相比之下，其他女星或许在局部镜头中能抓人眼球，但在整体氛围与话题热度上，始终无法与热巴抗衡。正因如此，才会出现未现身先登热搜的罕见现象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热巴与杨幂的同框互动再度点燃迪蜜 CP 话题，这不仅是时尚层面的亮点，更是娱乐传播层面的加持。她并不是孤立的参与红毯，而是巧妙的与话题绑定，让自身的影响力成倍放大。这种掌控话题的能力，远非单一造型能达到。因此，与其说迪丽热巴在这场盛典上遭遇艳压，不如坦言她才是真正完成了全场收割。从造型突破到话题制造，从视觉震撼到气场展现，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为何能够稳居热搜榜首。时尚的核心从不是谁更美，而是谁能主宰场面。而在这场星光盛宴中，迪丽热巴无疑才是那个主宰者。Vogue 金9预告，杨幂站位最意外，刘冲评论区沦陷，热巴毫无争议。千呼万唤，终于等来了20周年 Vogue 群峰的预告。光一个没有任何画面，仅摄影师喊女星名字看镜头的视频，就已经引发全网热议。第一，热巴毫无争议。这波最满意的应该就是迪丽热巴的粉丝，因为不管现在大家是说按年龄排序，还是咖位排序，热巴都已经拿到了最大利益。首先，她是唯一一位90花登上该封面。其次，热巴凭借该封面，不仅实现了首轮大满贯，而且今年还是金9连庄加壮刊，都是最大赢家。所以这次的站位方面讨论，粉丝纷纷表示不参与。第二，杨幂最意外。没想到的是，杨幂成为了所有人嘲笑的焦点。首先，作为长红10几年的顶流女星，杨幂星光和国民度一直都高。其次，杨幂的大爆剧生万物才迎来一大波好评。最后，杨幂一直都是80 Rouge Top 的存在，起码在时尚方面她的咖位毋庸置疑。但是仅仅才1年不到的时间，杨幂居然连宋佳都压不过了。要知道宋佳可是属于青衣类型，而且前2年她的知名度并不高，却能够在这次的群峰上压过杨幂。很多粉丝都百思不得其解，表示被刘亦菲压也就算了，怎么连宋佳的待遇都比不过。3. 刘冲评论区已沦陷。于是作为主编连杨幂好朋友的刘冲，他的个人评论区已经被很多粉丝占下。有人吐槽刘冲邀请杨幂就是为了给其他人抬咖，也有人建议杨幂应该拉黑刘冲，这种朋友不值得交。甚至有人直接婉拒下次邀请，理由是杨幂太忙了。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理智的粉丝则认为这是在生万物之前拍的，所以还是可以接受。但是刘冲必须要补偿杨幂一封单人封面。就目前来看，除了刘亦菲粉丝比较淡定，其他85花的粉丝们都在狂欢，看来杨幂粉丝最近有的忙了。在时尚圈，金9封面向来是兵家必争之的，今年恰逢 Vogue 中国版20周年，预告便迅速引爆全网。短短一个摄影花絮视频，甚至还没有定妆大片，就足以点燃舆论场。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莫过于迪丽热巴的无争议胜利。首先，从群峰的阵容来看，迪丽热巴是唯一一位90后花旦登上这一历史性封面。相比一众85花，热巴的年纪更轻，但却凭借硬实力与顶级话题度，顺利跻身站位的核心层。这不仅是对她个人影响力的认可，更是时尚圈对新生代女星地位的一次证明。其次，这一封面对迪丽热巴而言意义非凡。她在今年成功实现了时尚圈的大满贯，从5大女刊到各类权威时尚封面，她几乎无所不在。而在金9这样1年1度的顶级舞台上，她更是连续2年登上，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连庄。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，能够保持连续性曝光，
本身就是对他市场号召力的最好证明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一次的群峰站位讨论中，迪丽热巴成为唯一不需要争辩的存在。无论是以年龄排序，还是以咖位论资，热巴都已处于优势地位。粉丝们的态度也颇为自信，他们甚至表示无需卷入站位之争，因为热巴已经拿到了最大利益。相比之下，其他女星或多或少都因站位问题引发争议，只有热巴稳坐赢家宝座。这份稳固来自于她多年来在时尚领域的持续深耕。自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走红以来，迪丽热巴不仅在影视圈不断突破，更在时尚舞台逐渐站稳脚跟。从国际大牌代言到高奢红毯亮相，她一次次以惊艳的造型和独特的个人气质，刷新大众的审美记忆。如今，她早已不再只是颜值代表，而是成为可以带动话题、提升刊物价值的真正时尚偶像。可以说，Vogue 20周年群峰不仅是一次群星闪耀的盛典，更是一次对热巴地位的再度确认。她以唯一90花的身份，完成了流量与实力、话题与品质的全面平衡，在时尚舞台上展现出无可撼动的影响力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中，迪丽热巴已经用行动证明，她不是话题的附庸，而是风向的主宰。未来，无论在影视还是时尚，她都将是最值得期待的名字。迪丽热巴与陈星旭主演的新剧《萧启清壤》预计将于2025年11月播出。在即将上线的国产剧中，萧启清壤无疑是最受瞩目的存在之一。根据多方消息，这部由迪丽热巴与陈星旭主演的奇幻大剧，预计将在2025年11月登陆腾讯视频，与观众正式见面。自官宣以来，它便热度不断，未播先火，仿佛一颗尚未点燃的烟花，令观众翘首以盼。这部剧改编自尾鱼的同名小说，原著凭借恢宏的世界观与富有想象力的设定，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烙印。剧中故事发生在一个东方都市奇幻背景下，围绕着民间异能组织南山猎人展开。人物聂九罗与严拓从相遇时的针锋相对，到共同历经生死试炼，最终联手对抗的萧，守护信念与爱意，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。的萧这一设定尤为亮眼，他们源自《山海经》的想象，是寄生于地底，依靠吸食人血生存的怪物。剧中借黑白剑作为人类与的萧的界限，象征欲望与人性的博弈。当界限被打破，到底是人沦为萧，还是萧原本即是人？这种隐喻让剧情多了一层哲思与深度，也让观众在奇幻外壳下品味到现实的投射。在演员阵容方面，迪丽热巴与陈星旭的合作成为最大看点。热巴此次饰演聂九罗，表面是才华横溢的雕塑家，实则是以血养刀，专猎的萧的锋刀。他既能演绎细腻的艺术气质，又能展现果敢坚毅的一面。在洪湖重生名场景中，那句真正的风是向死而生，被他演绎的撕心裂肺，将人物抗争宿命的灵魂刻画得入木三分。陈星旭饰演的严拓则充满悲剧色彩，他是被的萧养大的混血儿，在人与萧之间游走徘徊，身份认同的挣扎令人动容。尤其是与母亲林喜柔的对视戏，你叫我做人，却让我变成怪物，一句台词尽显无尽痛楚。陈星旭细腻的表演让角色的矛盾与孤独跃然眼前。两位主演的对手戏同样是观众的期待所在。从激烈的动作打斗到温柔的情感流露，他们的默契表演为整部剧增添张力。而他们本身的高颜值也让观众直呼养眼。迪丽热巴的异域风情与多变造型，陈星旭的俊朗古装与儒雅气质，两人同框堪称视觉盛宴。剧照和预告片已让粉丝沉醉不已。自拍摄之初，萧启清壤便牢牢占据话题热榜。路透照、杀青特辑、预告片的每次释出，都会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。原著粉丝的庞大基数，更为剧集的热度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大家不仅好奇两位主演的爱情火花，
也期待那扣人心弦的动作场面与奇幻元素。总体而言，萧启清壤从剧情设定到演员表现，从视觉效果到观众期待值，都具备爆款潜质。它就像一只尚未开启的盲盒，既神秘又充满惊喜。相信当它真正亮相荧屏时，必定会点燃观众的激情，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。在纷繁复杂的内娱环境中，演员能否遇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代表作，往往决定了其职业生涯的高度。对于迪丽热巴而言，即将于2025年11月上线的萧启清壤，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关键节点。首先，从角色本身来看，聂九罗是一个极具张力的人物，表面是温柔细腻的雕塑家，实则是以血养刀的猎枭者。这种双重身份的设定，天然为演员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。他既要演绎出艺术家的灵魂与柔情，又要展现出猎杀怪物时的冷冽与疯狂，这对演员的表演功底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热巴过去常被贴上美貌大于演技的标签，而此次挑战双面性格的角色，正好给了她证明自己的舞台。若能将风刀的决绝与艺术家的细腻无缝切换，她的表演维度将被极大拓展。其次，萧启清壤的题材突破了传统古偶与都市剧的窠臼，选择了东方都市奇幻的路线。这种题材在国产剧中稀缺，但因其宏大的世界观与哲思意味，往往更容易引发观众的讨论与共鸣。聂九罗与阎拓并肩对抗的萧的故事，不仅是视觉奇观，更是人性与宿命的对话。在这样的叙事格局下，热巴所塑造的角色必然会被赋予更多深度，她的表演也将随之被重新审视。第三，搭档陈星旭同样是一大助力。陈星旭近年来凭借细腻的表演逐渐积累口碑，与热巴组成双主演组合，颜值与演技双双在线。两人的对手戏从早期的敌对到后期的并肩作战，注定会成为全剧的亮点。而这对组合本身的化学反应，也有望让观众将热巴与聂九罗深度绑定，形成新的银幕记忆。此外，不容忽视的是萧启清壤背后的原著粉丝基础。尾鱼的小说一向以世界观宏大、人物鲜明著称，改编消息一出便点燃话题热度。对于热巴而言，这意味着她在作品尚未播出时，已经拥有了大批等待检验她表演的受众。这种压力固然存在，但一旦表现出色，便能收获加倍的掌声与认可。最后，热巴当下正处于事业的转型期，经历过《安乐传》《公诉》等口碑争议作品后，她急需一部高质量的代表作来重塑观众心中的形象。《利剑玫瑰》已经为她赢回部分口碑，而萧启清壤若能成功，则将彻底扭转她在演技层面的质疑，让她真正完成从流量花旦到实力演员的跨越。综上所述，萧启清壤不仅是一部奇幻巨制，更是迪丽热巴职业生涯中一次可能的逆袭之役。如果她能在聂九罗身上实现突破，这将成为她的又一个高光时刻，甚至可能成为她被铭记的里程碑角色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